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让人羡慕不已的跨海姻缘故事。这个故事证明了，有时候爱情就像是美食一样，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，悄悄地俘获你的心。我们的女主角叫小燕，是福建厦门人，今年27岁，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。小燕从小就是个吃货，对美食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。工作几年后，她存了一笔钱，决定到处走走看看，品尝各地美食。丽姐，我就是想去台湾吃个痛快。小燕当时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，听说台湾的夜市美食简直绝了，我已经在抖音上看了好多视频，口水都要流成河了。我笑着说，去吧去吧，趁着年轻多走走看看，说不定还能遇到你的桃花呢。谁知这句话竟然一语成谶。小燕是去年10月份去的台湾，办了10天的自由行签证，本来打算就是纯粹的美食之旅，结果却意外收获了爱情。第一天到台北，小燕就直奔士林夜市，人潮涌动，香气四溢，各种小吃琳琅满目，让她兴奋不已。她从第一个摊位开始，大肠包、小肠、蚵仔煎、卤肉饭、珍珠奶茶，一路吃过去，简直不要太满足。但是就在她准备品尝传说中的炸鸡排时，突然听到身后有人用浓厚的台湾腔说：“小姐，这家不好吃啦，要吃正宗的，要去对面那家。”小燕回头一看，是个戴着黑框眼镜、穿着格子衬衫的年轻男子，笑容阳光灿烂。“真的吗？谢谢你啊。”小燕有些惊讶于这位陌生人的热心。“我是台北在地人，可以当你的美食向导，不收费的那种。”男子笑着自我介绍道，“我叫阿明，台大毕业，现在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。”小燕有些犹豫，毕竟是陌生人，但阿明看起来人畜无害，而且在台湾这么安全的地方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更何况有个当地人带路，绝对能吃到最道地的美食啊！好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小燕爽快地答应了。就这样，阿明带着小燕开始了一场真正的台湾美食之旅。他们从士林夜市一路吃到了饶河街夜市，又去了宁夏夜市、华西街夜市。阿明不仅带小燕吃遍了台北各大夜市的招牌美食，还带她去了许多当地人才知道的隐藏版美食店。小燕发现，阿明对台湾美食的了解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，不仅知道哪里的东西最好吃，还知道每种美食的来源和历史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阿明对食品安全问题特别关注。你看这家店，阿明指着一家卤肉饭店说，他们用的是台湾本地猪肉，而且是有产地证明的。在台湾，食品安全管理非常严格，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监管，消费者可以通过扫码查到食材的来源。小燕若有所思，在大陆这几年食品安全确实进步很多，但是感觉台湾在这方面做得更细致、更到位。没错，阿明骄傲地说，我们台湾虽然面积不大，但是对食品安全特别重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里的夜市摊贩都必须持有卫生许可证，定期接受检查，违规的话罚款很重的。而且我们的食用油、添加剂等都有严格标准，不合格的立刻下架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阿明几乎包办了小燕所有的行程，他带她去了九份老街，品尝阿甘怡芋圆，去了淡水渔人码头，尝鲜各种海鲜，甚至带他去了他的母校台大，在校园里的咖啡馆喝下午茶。小燕被台湾的美食文化深深吸引，更被台湾社会的公德心和食品安全意识所震撼。阿明，我发现台湾到处都很干净，大家都很自觉地排队，而且随处可见回收分类的垃圾桶，这点真的很棒。小燕感叹道，这是我们从小就有的习惯啦。阿明笑着说，记得我小时候，老师就教育我们要爱护环境，食物不要浪费，垃圾要分类。这些小习惯积累起来，就成了我们社会的集体意识。而且我发现台湾的食物分量都很实在，价格也很合理，完全不像有些大陆人说的那样，台湾很穷。小燕说，阿明听了哈哈大笑，那是以前啦。现在的台湾经济其实很发达，虽然可能没有上海、北京那么闪亮，但民生水平很高，大家生活的很有品质。我们注重的不是表面的奢华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质量。
随着相处时间的增加，小燕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和阿明在一起的感觉。他温文尔雅，知识渊博，还特别体贴。每次吃完一家店，他都会递上湿纸巾。下雨天，他会主动撑伞。甚至连小燕随口提到想吃的东西，他都会记在心里，然后在接下来的行程中带他去尝试。阿明，说实话，我真的很喜欢台湾。在离开台湾前的最后一晚，小燕忍不住感慨，这里的美食当然很棒，但更让我感动的是这里的人文气息和社会氛围，大家都那么有礼貌，那么守规矩，连食品安全都做得这么好，真的很令人敬佩。阿明看着小燕，眼神温柔，那你有没有喜欢上一个台湾人呢？小燕的脸一下子红了。这几天的相处，她怎么可能没有感觉？但是两地分隔，未来在哪里？这些现实问题让她犹豫不决。小燕支支吾吾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没关系，不用现在回答我。阿明温柔地说，我知道异地恋很难，但是我愿意等你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去福建找你，也可以帮你申请来台湾工作的机会。重要的是，我们都愿意为这段感情努力。小燕回到厦门后，阿明每天都会通过微信和她联系，分享她的日常，询问她的生活。2个月后，阿明专程飞到厦门看望小燕，见了她的父母。小燕的父母起初对台湾女婿有些顾虑，但见到阿明的真诚和体贴后，很快就接纳了他。又过了3个月，小燕通过阿明的帮助，成功申请到了台湾一家旅游公司的工作签证。就这样，她再次踏上了台湾的土地。不过这一次，不只是为了美食，更是为了爱情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每天都能吃到阿明亲手做的早餐。小燕在视频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，她做的葱油饼比夜市的还好吃，而且我在台湾工作也很开心，同事们都很友善，生活节奏也没有厦门那么快，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。我听了，心里为她高兴，看来你不仅品尝到了台湾的美食，还品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啊。是啊，而且我越来越欣赏台湾的食品安全管理和社会公德。小燕感慨道，你知道吗？这里的超市里所有进口食品都要标明原产地，肉类必须标明是否添加瘦肉精，就连路边摊都有卫生检查。我现在买东西特别有安全感。小燕告诉我，在台湾生活后，她发现台湾的食品监管确实非常严格，比如台湾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有严格限制，必须明确标注在包装上，对农药残留有严格检测标准，对转基因食品有明确的标识要求，甚至连餐厅的后厨都可以通过明厨量造工程让消费者看到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这里的小贩都很自觉地遵守这些规定。小燕说，不像大陆有些地方，监管一来就守规矩，监管一走就恢复原样。台湾人好像把食品安全当成了一种责任和义务，而不只是为了应付检查。这种责任感的背后，是台湾社会多年来形成的公德心和对生命的尊重。小燕告诉我，她刚到台湾时，曾经随手丢了一个塑料袋在路边，结果被一位老奶奶礼貌地提醒，小姐，垃圾要分类丢哦。这种情况在台湾非常普遍，大家都会自觉维护公共环境，而不是仅仅依靠清洁工人。在台湾，食品安全不只是政府的责任，更是每个人的责任。阿明经常这样告诉小燕，从农场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在把关。小燕渐渐明白了为什么台湾的食品安全水平这么高，因为这里的人们真正把民以食为天当成了生活信条，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。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健康，没有人愿意拿这个开玩笑。我问小燕，那你觉得台湾在食品安全方面比大陆做得好的地方有哪些呢？小燕想了想，认真地回答，我觉得主要有几点。首先是监管更细致、更严格，而且执行得非常到位。其次是信息更透明，消费者可以方便地查询食品来源和成分。第三是惩罚力度更大，违规成本非常高。最重要的是全民意识更强，大家都把食品安全当成一种文化和习惯。确实，这些年来大陆的食品安全也有了很大进步，但在细节把控和全民意识方面还有提升空间。小燕说，在台湾生活后，她变得更加关注食品的来源和成分，这种习惯也会带回大陆，影响身边的亲友。阿明经常带小燕去参观台湾的有机农场和传统市场，
在那里，小燕看到了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链条，每个环节都透明可见。农民会自豪地介绍自己的种植方法，商贩会详细告诉你食材的来源和特点。这种对食物的尊重和热爱深深感染了小燕。台湾人不会为了省钱就去买不安全的食品。小燕说，他们宁可多花一点钱，也要确保吃的东西健康安全。这不是因为他们有钱，而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意识。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现象，很多大陆游客去台湾旅游，都会带一大堆日用品和零食，觉得台湾物价高，想省钱。但实际上，台湾的物价虽然比大陆某些地区高，但性价比往往更好，尤其是在食品安全方面。刚到台湾时，我也觉得东西有点贵，小燕笑着说，但住久了才发现，这里的东西虽然价格高一些，但质量和安全系数也高，吃得放心。而且台湾人的工资水平也比较高，所以相对来说并不觉得物价高。阿明家里的情况也让小燕改变了对台湾经济的看法。阿明的父母都是普通上班族，家里住的是70平米左右的公寓，没有豪车名表，但生活质量却很高，家电齐全，饮食健康，每年都会出国旅游一次。这种不奢华但有品质的生活方式，恰恰体现了台湾社会的中产特色。台湾并不穷，只是低调。小燕总结道，这里的富有不是表现在外表的光鲜亮丽，而是生活的细节和品质。对于未来，小燕和阿明已经有了规划，他们打算在台北定居，等工作稳定后就结婚。小燕的父母虽然舍不得女儿远嫁，但看到女儿找到了真爱，也就支持她的决定。其实台湾和大陆隔得并不远，从台北飞厦门只要1个半小时。小燕说，而且现在视频通话这么方便，我每天都能和家人聊天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在台湾找到了归属感，无论是美食、环境还是人文气息，都让我感到舒适和安心。阿明的家人也非常欢迎小燕。阿明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台湾妈妈，热情好客，对小燕视如己出。她经常教小燕做台湾特色菜，带她去逛传统市场，介绍她认识自己的朋友。在这样温暖的氛围中，小燕很快融入了台湾的生活。阿明妈妈告诉我，台湾的家庭主妇有一套自己的食品安全标准。小燕说，比如买鱼要看鱼眼是否清亮，买肉要闻味道，买蔬菜要看切口是否新鲜，这些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，比任何检测仪器都管用。小燕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台式口语了，这个变成了这个了。真的吗？变成了真的假的，甚至开始在句尾加上了哦耶等语气词。他的朋友们开玩笑说他变台了，但小燕却很享受这种文化融合的感觉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已经成了阿明公司的同事眼中的美食专家了。小燕自豪地说，他们都说我比台湾人还了解台湾美食，连一些老台北人都不知道的小店我都去过。这也难怪，毕竟小燕是抱着吃货的心态来台湾的，对美食的热情自然非比寻常。而阿明则非常支持他的兴趣，两人经常在周末骑着机车环岛，寻找各地美食。台湾的每个县市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。小燕兴奋地说，宜兰的葱油饼，花莲的麻薯，台南的棺材板，高雄的旗鱼黑轮，真的是吃不完，而且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背景。听阿明讲解的时候，感觉就像在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。阿明也被小燕的热情感染，开始更加关注大陆的美食文化。两人计划在明年春节期间回厦门过年。阿明已经列了一长串想尝试的福建特色美食。两岸的美食文化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，但又各有特色。阿明说，比如台湾的卤肉饭和大陆的卤肉饭就有细微差别，台湾的口味偏甜，大陆的口味则更加多样化，南北差异很大。小燕笑着补充，而且台湾的食物普遍分量没那么大，但精致程度更高，就像台北的鼎泰丰，一笼小笼包才10个，但每个都是精品，皮薄馅多，汤汁丰富，完全不同于大陆某些地方的大气凶猛风格。这对跨海恋人在美食的交流中增进了解，在文化的碰撞中培养感情。他们的故事也感染了身边的朋友，有好几对台湾和大陆的情侣都是通过他们认识的。我们就像是民间版的两岸交流大使。小燕笑着说，去年12月，阿明终于向小燕求婚了。
地点选在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士林夜市。他特意包下了那家炸鸡排店，布置成浪漫的求婚场景。当阿明单膝跪地，捧出镶嵌着蓝宝石的戒指时，小燕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我本来只想来台湾吃美食，没想到竟然遇到了你。小燕哽咽着说，你就是我生命中最美味的那道菜。阿明深情地回应，而你是我生命中最甜美的那杯珍珠奶茶，让我每天都充满幸福感。周围的游客和摊贩们都被这浪漫的一幕感动，纷纷鼓掌祝福。整个夜市仿佛都在为这对跨海情侣庆祝，空气中弥漫着幸福和感动的气息。现在，小燕和阿明正在筹备婚礼，计划在今年10月，他们相识1周年的日子举行。婚礼将在台北举行，小燕的家人和朋友都会前来参加。我们的婚礼一定要有满满的美食元素。小燕兴奋地说，我已经和阿明商量好了，要请台湾顶级的厨师团队，把两岸的特色美食都融合在一起，让大家吃得开心，也吃得放心。阿明补充道，最重要的是食材要安全、新鲜、优质。我们已经联系了几家有机农场和渔场，所有食材都可以追溯源头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听着他们的计划，我不禁感慨，这对情侣不仅在爱情上相互欣赏，在价值观上也高度一致。他们都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，都关注食品安全问题，都欣赏对方文化中的优秀元素。这样的婚姻怎么可能不幸福呢？小燕现在在台北生活得很惬意，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节奏和氛围。每天早上，她会去附近的传统市场买新鲜的食材，中午，她会带自己做的便当去公司，晚上，她和阿明会一起下厨，或者约上朋友去探索新的美食店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台湾被称为美食天堂，小燕感慨道。不仅是因为这里的美食种类多，味道好，更因为这里的食物安全、卫生，有保障，吃得放心。阿明笑着说，而且台湾的美食和人文风情是分不开的，每一道菜背后都有一个故事，每一种食材都承载着历史。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小吃虽然简单，却能让人回味无穷。确实，台湾的美食文化深深植根于历史和民间传统，融合了闽南、客家、原住民、日本等多种元素，形成了独特的风味。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也体现在台湾社会的包容性上，无论你来自哪里，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。在台湾，我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大陆人而感到不自在。小燕说，大家都很友善，很多人听说我来自福建，还会主动和我聊闽南文化的渊源。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完全不受政治影响，这一点特别难得。阿明点头表示赞同。其实普通老百姓都希望和平交流，互相学习彼此的长处。就像你们大陆在电子支付方面就非常先进，我每次回大陆都很佩服这一点。而台湾在食品安全、环保意识等方面可能做得更好一些，我们可以互相借鉴吗？这种互相欣赏、取长补短的态度，正是小燕和阿明爱情的基础，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真实写照。丽姐，我觉得我是幸运的。小燕真诚地说，我本来只是来旅游的，却意外收获了爱情，还找到了第二个家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当初我没有去台湾，没有在士林夜市遇到阿明，我的人生会是完全不同的轨迹。有时候真的觉得冥冥中自有安排。我笑着说，这就是缘分啊。你们的故事证明了，有时候爱情和美食一样，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，就已经悄悄地俘获了你的心。小燕和阿明的故事让我深受感动，也让我重新思考了跨海恋情的可能性。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，距离已经不再是阻碍爱情的绊脚石，只要两个人彼此欣赏，互相包容，共同成长，就能跨越任何障碍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而小燕和阿明的故事也告诉我们，旅行不仅仅是为了看风景、尝美食，更是为了开阔眼界、充实心灵，说不定还能在途中遇见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我现在特别喜欢一句话，小燕对我说，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走走，正是因为我迈出了那一步，才有了现在的幸福。所以我也想告诉大家，无论是为了美食还是为了风景，只要有机会，一定要多出去走走，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是你呢。是啊，人生就像一场美食之旅，有酸有甜，有辣有咸，百味杂陈才是最真实的生活。
而在这趟旅程中，如果能有一个懂你、爱你的人相伴左右，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小燕和阿明的故事还在继续，他们的婚礼筹备得如火如荼，两家人也越来越熟悉。小燕的父母已经去台湾探望过女儿，阿明的父母也打算近期去厦门走走。两个家庭因为子女的爱情而连接在一起，这何尝不是一种美好的缘分？丽姐，谢谢你当初鼓励我去台湾旅游。小燕在最近的通话中说，如果没有你的那句，说不定还能遇到你的桃花，我可能就不会这么顺利的接受阿明了。我笑着说，这都是你的福气啊，看来我这个红娘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是的，作为一名婚恋服务从业者，我见证过太多的爱情故事，但像小燕和阿明这样美好的跨海姻缘，还是让我深受感动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无国界，而美食与爱情一样，都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剂。希望每个人都能像小燕一样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不仅能品尝到美食的滋味，更能品尝到爱情的甜蜜。好了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转发哦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